女作家在餐厅吃饭时，静悄悄脱下了自己的内裤，然后明目张胆地送到了男人面前。而男人也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接着就带她回了自己家，打算进行一场激烈的搏斗。可哪知男人刚抓住皮带，就好似变了一个人。原来他竟喜欢这样，结果第二天作家的经纪人就主动报了警，称今早看到他睡衣上有血迹，脖子上也有淤青和血印，怎么看都像是被强奸了。可不料佩莉竟否认遭到了性侵，也没让经纪人报警，于是警察就让他解释身上的伤哪来的。结果佩莉谎称仅是个意外，可警察也不傻，一眼就看出这是皮带勒的，因此想知道是不是自愿的。 No, but I think he thought it was part of the sex. So you did have sex? He put it inside me, but not where I was used to. 可这也算是了。接着警察又问你喊没喊停，佩莉则回答因为脖子被勒住了，根本说不出话，并坚持双方是自愿的，不能算是强迫，而本森对此未置可否，但建议先做个身体检测。哪知佩莉竟拒绝了。Did he use a condom? 一看就是没有。然后警察就吓唬他需要检查性别，佩莉这才勉强同意了。可转身本森就埋怨阿曼达不应该吓唬他，谁知阿曼达竟不以为意，接着解释佩莉写的书就是描写男欢女爱的，并且里面的内容相当变态，而能写出这种内容的人是不会被吓到的。随后检测结果也很快出来了。竟显示佩莉不仅脖子上有严重勒痕，而且还有肛裂。可问题是，他并不打算起诉，但这可不行，警察绝不允许强奸犯逍遥法外，这个案子必须一查到底。紧接着，他们就来到电视台，找上了当事人广坤。哪知当得知佩莉被侵犯后，他居然很吃惊，开始还猜测是出租车司机干的。可当警察质疑是他时，广坤才很无奈地表示：“我只是按照他书里写的演了几个场景，是佩莉想让我推倒他、摆布他。至于皮带也是他提出使用的。我和佩莉之间一切都是你情我愿。”最后以不想过多谈论床事为理由，对两位警探下了逐客令。而见他如此镇定自若，俩人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殊不知这反而给佩莉带来了灾难，因为在当晚举行的派对上，广坤竟然不请自来，还热情洋溢地发表了致辞。可是佩莉见到他后，竟满眼充满了恐惧，毫不犹豫转身就逃。然而就在他冲进电梯，马上就要关上门之际，广坤竟突然追了过来。他先是斥责佩莉报警诬陷自己，然后又暴力将她按在了墙上。这回佩莉是真的害怕了，完事后就冲到了警察家里，惊魂未定地讲述了刚才的遭遇。He pulled up my skirt. He did it again. He said I wanted it like I wanted it last night. And what did you say? I didn't say anything. I just froze. When the elevator landed, he said, if you screw with me, you'll be sorry. 见状，警察赶紧建议他进行强奸指控。这次佩莉可不敢沉默了，而有了电梯里的监控，这应该算是铁证如山了。可不料男警探们认为佩莉并没有反抗，也许只是在模仿他书中的电梯场景。陪审团可能不会相信佩莉，但女警探们则立即反驳，那是前一晚她受到了创伤，因为精神恍惚才愣住了不知所措。然而最终还是大队长一锤定音，准备起诉广坤。随后他们就来找了检察官，不料检察官问的第一个问题竟不是案情，而是佩莉值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也读了佩莉写的书，里面全是一些变态的男欢女爱场景，这样会让陪审团认为佩莉喜欢被那样对待。可对于这个问题，警察也不敢保证。于是检察官决定亲自和佩莉谈一谈，他将整个过程又仔细询问了一遍，并且需要知道佩莉的全部经历。Because the one thing you decide to leave out is the one thing the defense is going to use to blow the case. 然后检察官就从恋爱史问起，可佩莉否认自己有男友，以及以前被强奸过。殊不知她还隐瞒了一个天大秘密。接着很快就起诉了广坤。可是虽然法官判决羁押广坤，但对方的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接下来才是最艰难的时刻，而警察分析对方肯定会找出佩莉书中男主的原型。一旦那个人被找到，那他就会证明佩莉喜欢被入室，到时一切都完蛋了。所以警方必须提前找到那个人。而他们首先猜测的对象就是佩莉的大学男友，因此警察立马就赶到了学校，找到了佩莉的前男友。可是小伙表示当时并不知道佩莉在写书，而且在他名声大噪后反而给我带来了烦恼，因为有很多人来问我私人问题。Like, are you into rough stuff and domination? Yeah, except we didn't do any of that. I mean, we mixed it up. Sometimes I was on top, sometimes she was. 这么传统，看来前男友不是佩莉的灵感来源，并且通过对室友的调查，也没有人知道佩莉喜欢那些。然而书里描写的如此生动，可不像是仅仅参考了文学资料写成的，肯定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所以有人大胆猜测，也许那个原型是个老师。于是为了找出这个人，警察又来拜访了佩莉的导师，希望他能解答为什么佩莉会喜欢上主宰和服从这种东西。可是导师也不知道。然而就在警察以为这一趟又白来了，准备离开之时，他偶然发现屋里有一架名贵的钢琴，不料随口聊了几句后，竟得知是老师自己购买的。而这让警察突然好似抓到了什么，于是第二天他又来找了导师，直言我连夜读完了你所有的文章，竟发现书里有一句话 The pain was so great that it made me moan. Over and over and threw me into sweet delight. 显然导师清楚记得这句话，但巧合的是佩莉的书里也有这么一句 The pain was so great, such sweet delight, I moaned over and over. 然后警察指出他这是抄袭，
现在佩利年入100万，你可以去告他。不料导师根本不在乎，理由是不想和那种书扯上关系。殊不知这只是警察的试探，而导师的表现也证实了他的猜想。接着就说出了那架名贵钢琴的来历以及市场的价值，意思就是以导师的收入，可根本买不起这架钢琴的。所以综合以上来分析，不难得出导师从佩利那里获利了。而后警方再次审问了佩利，故意让他说出写书的灵感来源。名言书里写的这么详细，你肯定顺从过别人。不料佩利先说是前男友，但马上被拆穿了。Come on, the only Nazis ever tied was when he was in the Boy Scouts. 然后他又说是来自国外的一名舍友，但却是说不清那人的具体名字和住址。见状，警察就不再绕圈子了。Who wrote the book? 而一听这话，佩利当即慌了神，看来还是露馅了，检方应该都知道了。随后检察官便证实了他的猜想，并让佩利坦白。而眼见事已至此，佩利终于坦白，其实书的作者是导师，他担心写这种书名声受损，而我正好欠了9万块钱，导师愿意将收入的10%给我，所以我就顶替了他的名字。You were raped. And you lied to the grand jury. 既然秘密已经暴露，佩利也不敢出庭作证了，甚至还想撤销起诉，否则他将失去那10%的收入。然而检察官根本不准许。 Lying to the grand jury, that's a crime. You indict me? You don't testify, you're looking at perjury. 这下佩利真是骑虎难下了，吓得他赶紧逃了。不过最后还是被迫出庭了。然后他承认那本书不是自己写的，所以本身也没有受虐倾向。虽然那晚是主动勾引的广坤，但在他做出伤害后，我就喊了停。可广坤并没有停下。 He forced himself inside me, choked me with his belt. I couldn't talk. The more I cried, the more he hurt me. Adam Kane stalked me at a magazine party, trapped me in an elevator, and raped me. 当然也主动坦白了一开始撒谎的苦衷。至此，检察官提问结束了，但对方律师却抓住了佩利撒谎这件事，隶属了他说了一个谎后，又接连撒了许多谎来源，甚至在广坤的节目上也是撒谎，将佩利塑造成了经常喊狼来了的人。而有了这些铺垫后，最终律师犀利地指出，这次的强奸也是捏造的。结果佩利一时被逼问得哑口无言，终于体会到了不断撒谎带来的恶果。警察则安慰他这是必须承担的后果，但至少说出了自己的诉求。至于如何将官司打赢，关键则落在了导师身上。检察官传唤了他，然后导师证明佩利事先毫不知情。当看到书里内容时十分震惊，而见到佩利当时强烈的反应后，我认为他就是最好的代替人选。我绝不允许有人把性幻想归咎于佩利，借此掩盖自己的罪行，这让我觉得恶心。不料律师则继续稳定地发挥诱导式提问，将导师选择佩利的原因故意说成是因为佩利善于说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团。就这样，虽然导师出庭作证了，但也没有稳赢这场官司。而广坤当然不承认强奸了，自称我是热门节目的主持人，根本不需要这样。本来就有很多小妹主动投怀送抱，至于是否扮演主宰角色，则会听从伴侣的引导。而这次就是一场由佩利发起的，双方都满意的粗暴性游戏。他的虚假指控让人遗憾，而眼见形势越来越不利，检察官决定引蛇出洞，随后详细询问了广坤俩人发生关系的整个过程。当提到使用了皮带时，他甚至想亲自示范体会一下，让广坤模仿当时的情景。这下连法官都被吓住了，劝他小心点，但检察官坚持要体验下，广坤这才无奈勒住了他。 You call that being dominant?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Pull it. Pull it. Pull it. Tell me how you like it. Show me how you like it, Mr. King. Come on, pull it. Pull it. 结果广坤终于被激发了本性，这一使劲真差点把检察官送走。好在广坤及时清醒，松了手。不过检察官的目的也达到了。随后他向众人展示，刚才都差点见太奶了，可脖子上都没淤青。可以想象佩利当时是受到了何种对待，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自愿吗？ She liked it like that. You liked it like that. She didn't. 最终陪审团讨论了3天，终于做出了裁决，广坤强奸罪成立，他的后半生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了。然而经过这件事情后，佩利也声名狼藉了。不过检察官也鼓励了他，这个世界最不缺少东山再起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